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哈马斯武装分子曾经用一种新型火箭筒击毁以色列梅卡瓦4型主战坦克的事儿。这种火箭筒看上去虽然和某种 RPG-7 很像，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杂糅了 RPG-2 和 RPG-7 特征的自制火箭筒。哈马斯称其为亚辛。说到中东战场上的火箭筒，大多数的印象都是种类繁多且型号复杂。从哈马斯自制的亚辛到苏制 RPG-7，再到 AT4、标枪、铁拳3，甚至是有限制导的陶式反坦克导弹等等，只要能在各国流通的单兵反装甲武器，几乎都能在中东的民间武装组织里看到它的影子。特别是 RPG 火箭筒系列，据模糊统计，该系列火箭筒的全球装备量大约在800到1000万只左右，但中东地区就占据了绝大部分，几大民间武装组织几乎人手一个。这些武装分子为什么如此偏爱这些单兵反装甲武器呢？中东地区盘根错节的民间组织有多少？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话题。由于型号过于众多，咱们就以 RPG 和标枪反坦克导弹为例，先来简单聊聊这些玩意儿为什么如此受中东的欢迎。RPG 系列火箭筒是一种苏制单兵肩扛式反装甲武器，整个系列当中属 RPG-7 最为著名，使用全体也最为广泛。从1962年装备苏军以来， RPG-7 一直占据着世界产量最高火箭筒的宝座，单型号总产量超过900万只，数量多了自然也就便宜，这就是 RPG-7 为什么深受各类武装组织喜爱的首要原因。简单对比一下，美国 MK153 火箭筒单价为 1.3 万美元，德国铁拳至少要1万美元，而地下黑市的 RPG-7 只要200多美元就能轻松拥有，就算以它的官方售价1600美元成交，也比前2型火箭筒要便宜得多。关于这个价格，中东的土豪国家可能不在乎，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民间武装组织来说，用200美元换一支打坦克的火器，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不过话说回来，在黑市当中，火器虽然便宜，特殊弹头却贵得离谱。民间武装组织能不能买到温压弹或者高爆破片弹，那就只能看运气了。总而言之， RPG-7 的威力对得起它200美金的黑市价位。虽然它的有效射程只有200米左右，射击初速也只有300米每秒，但是当数量可以源源不断，这些缺点也就显得不那么致命了。正应了那句俗语，没有什么是一发 RPG 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再补上一发。相比 RPG， 标枪反坦克导弹 94% 的命中率几乎算得上是百发百中了。标枪是上世纪80年代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2家公司联合研制的产物，也是最早的射前锁定、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全重 22.7 公斤，弹体重 11.8 公斤，弹体直径 12.6 厘米，全长108厘米，人送外号坦克开罐器。在乌克兰更是被称为圣标枪，敌方坦克遇上它几乎没有一丝逃脱的可能。射后不管的软发射特性使得射手可以迅速从射击点撤离，其原理是通过热成像锁定目标后，把目标的红外特征传送给导弹，发射后导弹弹头的红外成像仪会根据红外特征自动匹配目标并跟踪摧毁。因此标枪在中东也被称为高端货或者高科技火箭筒。仅从名称的变化，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到，标枪的单价肯定比 RPG 要高。确实，标枪系统的官方报价已经超过了26万美元。根据2019年的最新数据，除去发射组件和红外寻标器，仅1枚炮弹就高达17万4千美元。这个价格和 RPG 火箭筒相比，算得上是天价。不过呢，在火力方面，标枪能做的确实也比 RPG-7 要多得多。比如著名的俯冲攻顶，众所周知，坦克的顶部装甲较正面和侧面相对薄弱，也更容易打穿和摧毁。标枪导弹就是专挑这个地方下手，弹药离开发射筒后，2级发动机点火，推动弹头迅速攀升至150米高空，最后再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对目标实施攻顶式打击。俄军在乌克兰的坦克都戴了一顶头盔，并非只是为了防止无人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标枪反坦克导弹。只是这么做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有效果。标枪导弹有2个串联式战斗部，1级战斗部专攻坦克反应装甲，2级战斗部为 LX14型主装药，可直接击穿750毫米坦克装甲。假设1级战斗部击穿了坦克头盔，那么2级战斗部足以击穿任何型号坦克的顶部，无论是 T72 还是以重装甲著称的 T90， 在遇到标枪时往往都是以飞炮塔宣告结束。
这样一款单兵反坦克神器，甭说放在中东，就是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正规军队里都是香饽饽般的存在。高达26万美元一套的价格，对于中东的民间武装组织来说，或许有些昂贵。不过从一些流传影片来看，标枪虽然不如 RPG 那样人手一个，但是也能经常看到，并不算稀缺。难道中东地区的武装组织都富裕到这种程度了吗？其实能到武装分子手里的都不是正经的标枪，而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散装零件再进行组装的水货标枪。美军不可能直接将标枪出售给民间武装组织，自然价格呢也就不会是官方指导价。那么通过黑市流通到中东地区的标枪到底售价多少钱呢？说出来大家不要惊讶，大约3000到4万美金不等。如果说26万美金一套标枪过于昂贵，上面这个价格就非常亲民了。200美金为士兵人手配备一个 RPG7，10几个人连队再配上一支精准射程2公里的标枪，这样廉价且高效的反装甲装置，有谁会不喜欢呢？自二战之后，中东地区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火药桶。几次中东战争、叙利亚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科威特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塞浦路斯内战等等，长期的动乱滋生了庞大的军火市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武器装备，无论是能开火的还是能拉人的，上至冷战时期生产的 AK-47， 下至美国经典的军用悍马，在中东比比皆是。当然了，如果要说这些装备是怎么来到中东的，可能就有些复杂了。黑市流通武器无外乎走私二字，走私无外乎2条路，一条是绕到中立国，另一条路是雇索马里海盗，把武器化整为零，进行蚂蚁搬家。目前中东地区较为有名的民间组织大约有8支，分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位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党旅、叙利亚民防组织。巴解组织中实力第2强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法塔赫。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得到黎巴嫩政府承认的政党，严格意义上说并不算是正宗的民间武装组织。目前该武装不仅拥有正规军，还有数以万计的民兵，并且还建立了空军、装甲部队、远程火箭炮炮兵、特种部队、防空导弹部队等众多军事单位。除黎巴嫩真主党以外，法塔赫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法塔赫组织之下有多支武装力量，最强的一支名叫暴风部队，分别有4个旅和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主要分布在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等地。以上这些较为知名的武装组织，虽说或多或少都有某股势力的暗中支持，但是无论是军事还是资金实力，都和各国的正规军差着很远的距离。一些三流武装组织至今甚至都无法满足人手一支自动步枪。从这方面来看，廉价且威力巨大的火箭筒不仅能大幅度提升战力，最重要的是价格在可接受的范围，就算坏了丢了也不至于到心疼的地步。物美价廉，有谁会不喜欢呢？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单兵反坦克武器在中东的故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